比特币近期表现强劲，从2023年初的低点1.7万美元，到现在价格翻了好几倍。在2024年12月，比特币价格首次突破了10万美元，近1年的年化回报是 55%。目前呢，价格维持在8万到12万美元的区间。比特币呢，已经成为现代投资策略中不可忽视的一环。直接购买比特币有一定的门槛。本期内容呢，主要聚焦比特币现货 ETF， 分析它的历史优势，并且深入对比贝莱德 IBIT、富达 FBTC 和木头姐 ARKB 等主流比特币现货的 ETF， 分析它们的费率、流动性和投资风险，并展望2025年以及未来的比特币价格驱动因素，力争为您提供全面的投资参考。首先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比特币现货 ETF。 比特币现货 ETF 呢，就是 BTC。 是一种交易所交易基金，通过授权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直接持有比特币，资产存储在安全的数字钱包中，采用冷存储等措施降低黑客风险。这些 ETF 发行在传统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份，价格紧密追踪比特币的现货价格。相比直接持有比特币呢， ETF 无需管理加密钱包，或者担心密钥丢失、转账地址错误或者账户被黑，极大地降低了投资的门槛。然后呢，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 ETF 的历史。比特币呢，在2009年诞生，初期的时候几乎毫无价值，到2013年，它的价格涨到了1000美元，引发了投资者的关注。同一年呢，Winklevoss 兄弟提交了首份现货比特币 ETF 申请，但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否决。此后10年呢，多家机构不断地向 SEC 申请现货和期货比特币 ETF， 但大部分都遭到了拒绝。只有在2021年批准了少数期货 ETF。 转折点呢，出现在2023年的6月。那个时候，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提交了现货比特币 ETF 申请，带动了富达、富兰克林邓普顿和木头姐的 ARK Invest 等机构跟进。SEC 的态度迅速转变，在2024年1月批准了11只现货比特币 ETF， 这也标志着加密货币投资进入了新的阶段。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比特币 ETF 的4大优势吧。Bitcoin ETF 呢，主要有4大的优势。第一点呢，是它的便利性，投资者可以通过熟悉的券商账户购买 ETF， 不需要创建加密钱包或者担心账户安全问题。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流动性增强了。大型金融机构的加入扩大了市场规模，提升了交易便利性和流动性，也推动了价格的上涨。第三点呢，是监管加强。现货 ETF 受 SEC 监管，需要在合规交易所进行身份验证交易，安全性高于不受监管的加密市场。第四点呢，就是它的税收也是规范化。虽然对于投资者而言是缺点，但 ETF 交易需要按照短期或长期资本利得税向美国国税局 IRS 报税，符合金融规范。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上涨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随着美国政府对加密货币的立场逐渐转向支持，并进行了相关的立法，对比特币价格的预测也就不断的推高。渣打银行预测2025年比特币价格可能达到20万美元，甚至在特定条件下，比如美国建立战略比特币储备的情况下，可能会达到25万美元。ARK 的木头姐 Cassie Wood 预计呢
2030年比特币价格将在30万至150万美元之间，熊市30万美元，基准71万美元，牛市150万美元。预测比特币上涨的核心驱动逻辑呢，有下面4点。第一点是宏观经济环境，通货膨胀加剧和货币供应增长促使投资者寻求避险资产。第二点呢是总量限制，根据比特币的协议规定，它的总供应量上限为2100万枚，这是通过代码硬性设定的，除非通过社区共识进行硬分叉，否则无法更改。截止到2025年6月，已经开采了大约1970万枚，剩余约130万枚，占比是 6.2%， 可供开采，预计到2140年将全部挖完。然后呢是挖矿奖励减半，比特币的挖矿奖励每21万个区块，大概需要4年减半一次。当前每个区块的奖励为 3.125 BTC， 适用于2024到2028年。未来的减半将持续减少奖励，直到2140年奖励接近于0。然后呢，还有美国立法支持。美国在联邦和州层面对比特币的支持日益增强，比特币被视为数字黄金。在美国，以参议员 Cesar Lamas 为代表的政策制定者呢，正积极推动将比特币纳入国家战略资产的讨论。Lamas 曾提出在5年内每年购买20万枚比特币，总额达到100万枚，约占总供应量的 5%。目的呢，在于将其定位为战略资产。此外，FIT21和稳定币法案为加密市场提供了监管清晰度。州级政策，比如纽约州、怀俄明州，也通过支付授权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推动了比特币的采用。接下来，让我们再看一下美股主要比特币 ETF 是什么，都有哪些呢？在美股市场投资比特币 ETF， 主要选择有贝莱德的 iShares Bitcoin Trust、 木头姐的 ARK、 21 Shares Bitcoin ETF， 也就是 ARKB， 以及富达投资的 Fidelity Wise Origin Bitcoin Trust FBTC。 其中呢 IBIT 的规模最大，达到了209亿美元， FBTC 次值为120亿美元。这两只 ETF 呢流动性好，费率呢都是 0.25%。 ARK 的 ETF 规模相对较小，是33亿美元，但是费率更低，是 0.21%。IBIT 和 FBTC 适合追求高流动性和安全性的投资者，而 ARKB 呢，则更适合对成本敏感的投资者。对于希望同时投资比特币和黄金的投资者，美股市场上也有一支通过杠杆策略投资这两种资产的 ETF， 是 BTGD，也就是 SDKD 100% Bitcoin and 100%的 Gold ETF。BTGD 的净资产规模呢比较小，大概是3624万美元，费率约为 1%。 它的特点呢在于不直接持有比特币或黄金，而是通过美国上市的期货合约和交易所交易产品ETP 提供100%的比特币和100%黄金的敞口，利用杠杆实现每1美元投资对应1美元比特币和1美元黄金的叠加回报。BTGD 通过独特的杠杆策略，结合了比特币的增长潜力和黄金的稳定性，适合寻求多元化和风险对冲的投资者。
那么中国国内是否有比特币相关的 ETF 呢？中国国内的华宝海外科技股票是唯一与比特币概念相关的 ETF， 它通过持有木头节的 ARK 系列基金，间接持有加密货币相关资产。虽然该基金一度间接持有 7.92% 的加密货币仓位，但受到监管影响，它在2025年第一季度已大幅调出其持有的 ARK 下一代互联网 ETF 和 ARK 金融科技创新 ETF。 目前呢，它与加密货币相关的持仓仅剩下 ARK 创新 ETF， 占比是 18.21%。通过 ARKK 间接持有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大约 1.61% 的仓位。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中国大陆对于加密货币交易和投资有严格的限制，国内基金通常无法直接投资于比特币或者是相关的 ETF。 根据2021年的政策，加密货币交易被视为非法金融活动，金融机构和基金公司被禁止参与。那么比特币投资有什么风险吗？总的来说呢，它有4大风险。首先是信仰风险。在2022年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巴菲特曾表示，如果你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比特币，并以$25的价格卖给我，我也不会要，因为我能拿它做什么呢？无论如何，我都得把它卖回给你，它什么也做不了。这番言论呢，表达了他对比特币缺乏实用性和生产能力的轻视，凸显了比特币价值依赖于市场共识的信仰风险。第二点呢，就是储备货币地位风险。比特币它能否成为类似黄金的储备货币，是它面临的第2大风险。虽然2024年提出的比特币法案构想中提议建立战略比特币储备100万枚，而且特朗普政府也支持加密政策，增加了它通过的可能性，但两党间的阻力，比如民主党的监管倾向、共和党的财政顾虑，都使它前景很不明朗。第3个风险就是它的高波动性风险。比特币价格呢波动很剧烈，比如2021年最高曾达到$6.5万，后来又跌至$1.6万。暴涨暴跌在比特币历史上很常见，比如2011年11月暴跌了 81.56%， 2015年1月暴跌了 80.88%。最近一次大幅回撤是在2022年12月，下跌了 73.01%。 杠杆交易呢可能会进一步放大损失，过去曾导致大量投资者爆仓。第4点风险是它的加密算法风险。比特币呢依赖于 ECDSA 和 SHA-256 加密算法，理论上可能受到量子计算的威胁，比如 Shor 算法可破解私钥。然而在2025年，量子计算机尚未达到破解这些算法的能力，预计在2030年后才可能构成实质性威胁。比特币社区呢也正在研究后量子密码学，比如 Crystals Dilithium， 以应对未来的挑战。总的来说呢， Bitcoin 自2009年诞生以来呢，比特币的年化回报率高达了 140.28%， 但是呢，最大回撤也达到了 81.56%， 是非常典型的高风险资产。能否获得储备货币的地位是它长期发展的关键。由于它的高风险性质，在典型的投资组合中呢，比特币通常仅仅作为多元化配置的一部分，标准配置建议为 2% 的仓位。比如在永久投资组合中，可以将原有的 25% 的黄金仓位调整为 23% 的黄金和 2% 的比特币。
全天候组合以及金蝴蝶组合等等，也可以采用类似的配置。BTC ETF 呢，为投资者提供了便捷安全的加密货币投资方式，但是高波动性和监管风险使它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IBIT 凭借贝莱德的信誉和高流动性领跑市场， FBTC 以复杂的规模和网络吸引投资者， ARKB 以低费率吸引关注。 BTGD 呢，提供100%的比特币加上100%的黄金的杠杆选择，投资者呢可以根据风险承受能力、费用偏好和发行商信誉选择合适的 ETF， 并且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如果您觉得本期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我们下期再见。